乌克兰问题上，英国忙着拱火，而以色列想拖后腿。美国这两个小兄弟面对大哥的仇敌，怎么态度如此的不一致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2月12日，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最新的旅行建议中表示，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持续威胁，美国国务院已经下令基辅的大使馆大多数人员应该马上离开。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同一天，也是2月12号报道，消息人士称，在紧急局势升级情况下，俄罗斯外交官开始离开了乌克兰。同样是2月12日同一天，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关注当地局势变化。英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等政府都对本国公民发出了相关的警告。看上去乌克兰问题上气氛还在变得更加紧张。这种情况下呢，一些欧洲国家还没有放弃外交努力，力争阻止发生战争。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都说，如果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，他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拯救美国公民，似乎也是用另一种方式发出暗示，美国不打算直接介入。而有意思的是，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友英国和以色列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现，给人感觉真是截然相反。英国外交大臣在和俄罗斯外长会晤中表现出的态度，那真是咄咄逼人，要求俄罗斯军队必须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领土上撤离，然后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挖个大坑，问这位英国女大臣是否承认俄罗斯对罗斯托夫州还有沃罗涅日州2个州拥有主权。结果这位英国女大臣斩钉截铁说，坚决不承认俄罗斯对这2个州的主权。然后英国驻俄罗斯的大使才忍不住提醒这位外交大臣，这2个州本来就是俄罗斯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乌克兰的争议地区。这拉夫罗夫是真敢挖坑，而这位英国女大臣是真敢往坑里栽呀。连基本功课都不做，英国这个女大臣跟拉夫罗夫谈了半天，谈什么？恐怕就是来拱火的，恐怕根本就是打算谈崩。而相比之下，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千万不能得罪俄罗斯，一定要安抚俄罗斯，甚至要求相关国家不能够把以色列的武器出售给乌克兰。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负责人退役少将乔拉埃兰表示，如果华盛顿提出要求，以色列必须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，以色列也表示不想参与，要对华盛顿说一声 no。 都是美国的亲密战友，英国和以色列怎么就有了这么大的差别呢？我们先说英国，人家已经脱欧了，而且又秉承着传统的离岸制衡战略，还紧跟着美国，所以一方面把俄罗斯当成敌人是必然的，另外一方面要坑欧洲坑个半死才行。离岸制衡战略的目的本来就是不容忍欧洲成为独立的一极，所以俄罗斯跟欧洲之间越紧张越对立，越是互相消耗，对英国来讲才是好事情。而且真出了大事儿，英国和美国一样可以转身就跑，让东欧去当沙包，让德国法国受累去收拾残局。而以色列呢，自身利益是跟俄罗斯密切相关的。以色列表示，现在很多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是来自叙利亚境内的，而叙利亚领空现在是俄罗斯人控制，所以以色列要维持在叙利亚上空的军事行动，就必须要跟莫斯科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尤其是要经过协调，保证不能在军事行动中误伤了俄罗斯的军人。以色列还认为，美国在乌克兰的折腾是分散自己的力量，他们更希望美国帮着以色列摆平伊朗。但是实际上，美国不仅不允许以色列再空袭伊朗的核设施，就是以前那种渗透破坏行动，美国也不让了。这样，伊朗的核能力发展才让以色列感到担忧。毕竟乌克兰和以色列没什么关联，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，一些中东大国对美国开始没有信心，所以沙特都开始跟伊朗改善关系，这就让以色列感觉到更加的危险。这么一对比，其实很明白，欧洲和俄罗斯，包括以色列，都不见得希望危机加剧，但是英国这个搅拌棒帮着美国营造气氛，对欧洲来说才是身后最长久的风险。好，关于在乌克兰问题上，英国为什么发挥传统的搅拌技术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